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护国大将军叶震之女叶之薇温婉淑德，赐婚北燕娇燕，钦此。谁不知道北燕质子萧燕是个什么样的废物？双目失明，双腿残废，性格更是暴虐无常。叶老将军还不接旨？啊？怎么了？看我干嘛？这乳鸽烤得挺酥的呀。爹啊，你摸剑干嘛？别冲动。殿外那800御林军的连弩早就上膛了，你现在只要敢拔剑，咱们全家1秒钟能变成刺猬。看我干嘛？赶紧接旨谢恩啊！嫁个瞎子瘸子怎么了？进去就能当寡妇继承遗产，这不比嫁给太子强100倍？哟，太子怎么激动成这样？难道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猛药，把脑子也吃坏了？叶震，朕的旨意，你叶家是不愿接吗？接啊，干嘛不接？答不答他们都想找借口弄死咱们。不过没关系，皇帝老儿嚣张不了多久了，再过个把时辰，龙椅下面那300斤黑赭药就会引爆了。老臣叶震叩谢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叶爱卿大义，既然如此，萧燕，你还不谢恩？臣谢陛下。这虾瘸之子长得真绝，装的也挺像那么回事。谁能想到这病秧子的另一只手里，此刻正夹着3根孔雀胆毒针。只要皇帝突然动手，那3根毒针绝对会毫不留情地钉进皇帝、太子和礼服太监的喉咙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今晚要是真打起来，这人绝对是把好刀。看什么看？你轮椅底下藏着绣念机关，左边袖口里有软剑，右边靴子里插着匕首。这女人到底是谁？她怎么可能都一清二楚？既然叶家与萧燕都无异议，那就在家宴上行个合卺之礼，权当定局。来人，赐合卺酒。干嘛？难道喝个酒还要我代劳？皇帝老头果然是个老阴逼，这是酒啊。不过皇帝还没那么傻，当众毒死大将军的女儿，他怕兵变。这酒里下的不是立刻要命的毒，而是散功散。我喝了也就是拉几天肚子，睡几天觉。但这虾瘸子可就惨喽，他这10年练成的天绝神功，只要沾这酒一滴，一身魅力瞬间就会废得一干二净。天绝神功，天下第一霸道阴绝的武功，练成者不足为一。这个只剩半口气的质子是个绝世高手。叶小姐，萧皇子请用酒吧，莫要误了吉时。陛下，小女偶感风寒，不能饮酒。不行，此乃御赐合卺，不喝就是抗旨。爹啊，急个啥呀？我出门前早有准备，我带了能解百毒的血蝉丸，只要我手指上的药粉沾到酒杯里，什么毒都能给它解了。夫君，咱们喝吧。多谢夫人。他是不是在谢我？等等，难道他能听到我心里在想什么？夫人，戏才刚开场，别慌啊！不是吧，不是吧，他真能听见我心里的彩排？陛下，您瞧，叶家三小姐这猴急的模样，连杯子都要抢着端，看来对这门亲事是满意的紧呢。当年苏贵妃的亲哥哥就是在战场上因为贪生怕死，被叶震按大清军法处置了。从那以后，这女人就无时无刻不在皇帝耳边吹枕头风，想要把叶家生吞活剥。既然叶家如此满意，本宫这儿
正好有一件当年叶夫人的旧物，今日大喜，就当是给叶三小姐添妆了。那是当年我亲娘为了掩护我爹突围，独自引开敌军时穿的披风。那半截玉簪，是我娘死不瞑目时手里死死攥着的遗物。叶老将军，当年叶夫人死得真是惨啊，连具全尸都没留下。拿去吧，留个想念。完蛋了，老头子脾气要爆了！爹，你千万别冲动啊，他是故意激你的。忍住，用魔法打败魔法。你是两朝元老，你怕个屁！你现在直接原地躺下装病，说你心口疼，说你当年为先帝挡刀的旧伤复发了，直接道德绑架他。只要你一躺下，他还能让人踩着护国功臣的尸体杀人不成？哎呦！哎呀！先帝呀，老臣的心口好痛啊！老臣当年在潼关替先帝生拔了胸口的毒箭，这救急呀，发作简直生不如死啊！今日得蒙圣恩，目睹亡妻遗物，老臣这心，爹啊，爹，你撑住啊！快传太医！我爹为大清流过血，我爹为先帝卖过命啊！求陛下恩准太医急救啊！我的脸好痛，好痒！陛下救命啊！叶震，你这个老乞丐，你敢摸我，你敢毁我的容！反了！太医，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贵妃扶进去治病！叶震，你的病发作的真是时候啊！陛下赎罪，老臣刚刚真不知是怎么了，老臣万死莫辞。若陛下要怪罪，就请陛下砍了老臣的头，以谢这殿前失仪之罪吧。既然叶老将军身体抱恙，便免了吧。不过，既然赐婚已成，叶之薇便是北燕质子的正妃。朕听闻，新婚之夜需将最珍贵的宝物作为定情信物交换。萧燕是个质子，身无长物，但叶家手中握有南境30万大军的虎头兵符。叶爱卿，既然你舍不得女儿，不如就把这兵符作为嫁妆，一并交由萧燕保管吧。早说嘛，交啊，爹，给他。反正你把真的兵符藏在砖头底下了，你怀里的那枚假的可是涂满了断魂散，谁敢去摸这东西？好，老臣为了小女，这就交兵符。既然是嫁妆，本朝规矩自然要先过验皇帝内务府。孤身为储君，就先替父皇收着了。好，叶震，你总算没辜负朕对你的。我的手，好痛啊！父皇救命！有毒，这兵符有毒！太子殿下，您这是得了什么急症啊？这好端端的，怎么手就废了？叶震，你竟敢在兵符上下毒，谋杀当朝太子！你叶家今日是铁了心要造反！来人，给朕拿下逆贼叶震！殿外御林军何在？射杀这群乱臣贼子！老头子，你就算嗓子喊劈了也没用。昨天半夜，御林军统领薛涵就已经跟我二哥拜把子了。皇帝老儿，你真以为自己做的那些龌龊事没人知道？你只因挥霍无故克扣战士俸禄，薛统领早就不服你了。陛下喊得这么大声，
门外却毫无动静，难道还不明白吗？今日这太和殿的门，陛下是打不开了。你个瞎子，你怎么知道？我知道的远不止这些。老头子，你看看地上口吐白沫的太子吧，你真以为他是你亲生的？拉倒吧！你这大庆国的江山，就算给他，也是断子绝孙的命啊！老匹夫，我叶家3代忠良，岂能容你这等昏君？你们，好得很啊！既然你们全都知道，既然这天下都要看朕的笑话，那你们就全都给朕陪葬吧！朕在这太和藤下埋了整整300斤黑火药，引线一点，你们全都要化成飞灰。朕在黄泉路上等你们来谢恩。不要啊，陛下！小妹，快躲！喊那么大声干嘛？哎呀呀，忘了告诉你，昨天半夜我闲着无聊在挖土拨鼠玩，一不小心挖错方向，这连通太和殿底下的引线居然被我拐了个弯。这引线现在连接的好像是你指望长生不老的炼丹房啊！怎么可能？引线呢？火药呢？给朕炸呀！炸呀！炸得真响啊！这就是传说中的爆改烟花。鸟里秋千，我哭诉于未能啊，求我撒保佑我俩。我去，原来你真是瞎是装的，血也是装的。不过也是，能把天绝神功练到第9层的人，怎么可能被区区传骨散废了双腿？这腿不仅长，还这么结实。刚才我解毒那一下，纯属多管闲事了啊！夫人的药很管用，为夫的腿现在充满了力量。这北洋出了名的废物瞎子太子，这站起来了！护驾！护驾！乱臣贼子谋反，就地格杀勿论！不好，是乾隆卫，皇帝豢养在皇陵深处的3000皇家死士。杀！保护小妹！该死，漏算了这群乌龟壳。这些乾隆卫的铠甲是金刚打造，刀枪不入，连诸葛连弩都射不穿啊！你歇着，我来。放箭啊！放箭，射死这个妖孽！闪开啊！天绝断水。这是人吗？
现在信了吗？信了，信了，大佬您别看了，再看我怕您顺手把我秒了。我承认我刚才太大声了。可是死士终归有3000之数，他总不能一个人耗尽内力全杀光吧？奉太祖密旨，乱臣贼子谋朝篡位，奸害忠良，叶家虎斑营携6部尚书进京擒王，请君策。这是我爹的声音，不对，我爹还在大殿里呢。那这声音是我大伯，那个传说中早就卸甲归田，在南山重敌的开国公。叶家子弟听令！末将在。是。今日天道崩塌，妖孽横行，我叶家不装了，开城门，放10万虎贲铁骑入城。今日不踏平这老贼的皇宫，誓不收兵。不是，等等，脑子有点乱。爹，你不是被收了兵符，在京城养老吗？我以为咱们家今天是来吃饭的，合着你们是来吃自助餐的呀！小妹，机密不可泄露。要是早告诉你，就你那3杯倒的酒量，晚上去西华馆听曲喝多了，全天下都得知道咱们家要造反了。你才去西华馆听曲，我那是去考察京城娱乐产业。岳父大人，好久不见。今日这出戏，老将军演的可谓是入木3分啊！用你在北燕的暗网切断了皇帝给江南3大营的求援信，老夫这10万大军，今天还真不一定能这么顺利入城。这是小婿分内之事，当年若无岳父大人那一饭之恩，萧某早冻死在燕山的风雪里了。啥？岳父贤婿，你们俩认识？你们俩居然背着我暗度陈仓，小丑竟是我自己！逆贼！逆贼！你这背信弃义的小人！先帝待你不薄，竟敢勾结敌国质子，谋夺大清江山！老匹夫，你少提先帝。先帝当年在病榻上把大庆江山托付给你，可你呢？你为了稳固你那皇位，克扣军饷修建你的长生炼丹房，让南境几万将士在寒冬里冻了手脚。我叶震今日反的是你，那他呢？他是北燕质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引狼入室。陛下是不是脑子被炸糊涂了？质子，那不过是我愿意给你看的一个身份罢了。什么？出来吧。北燕暗影卫指挥使叩见主上。这10年来，你克扣我探长，在我的饭菜里下毒，甚至3番5次派刺客暗杀。我留你活到今天，只是为了借你的手，光明正大的除掉朝堂上那些烂到根子里的蛀虫。现在，你完了。放开本宫！别碰我！陛下，陛下救臣妾！叶家要杀臣妾！晴儿、凤儿，你们小时候本宫还抱过你们啊！你们不能这么对我，我是你们的姨母啊！姨母，你当年勾结御医给我娘下药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你是我姨母？这10年来怂恿这昏君在军粮里掺沙子，害死我那么多同胞兄弟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你是我姨母？老二，别冲动，这么让他解脱，太便宜他了。来了来了，腹黑大哥要动手了！宁惹阎王，莫惹叶庭。贵妃娘娘刚才说，这旧物是给小妹的添妆，可叶家家教严，
长者赐不敢辞，但也不敢独享。不如娘娘也喝一杯咱们的酒，喝一喝今日这大喜。我不。狗贼！我是太子，你们敢杀我，天下人不会放过你们。不要争夺，反正你这个摆设，让我送你彻底进宫吧。看什么看？就算你是天下第一，就算你们联手推他，我也要跟爹和哥哥回家去。谁稀罕当你这假瞎子的老婆？回家可以，不过夫人别忘了，你我可是喝过交杯酒，拜过天地，盖过玉玺大印的正经夫妻。为夫很快就去接你。完了，我就知道，在皇宫里他们忙着推塔，没空搭理我。现在塔推完了，该清算我这个 bug 了。幸好我机智，刚才回来的路上，顺手在太后寝宫摸了2个羊脂玉的杯子，还有我娘留给我的几根金条。等会儿要是气氛不对，我就扔个烟雾弹，直接翻墙跑路。大明湖畔买个小院子，包养180个面书，不比在这儿当柴火强。叶之威，到！我的跑路启动自尽了，这下180个面粉没了，全剧终！你这死丫头！这个死丫头啊，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爹，你昨晚一个人顺着下水道挖洞，你去改火药一线，你往那毒酒里放解药，你才多大呀？今天可是要命的死局啊！爹，我这不是运气好吗？再说了，我不用力，咱们全家今天……叶之威，你当你哥我是死人啊？你是我妹妹，轮得到你一个小姑娘去吗？不对啊，你们不问我是不是妖孽，不问我是不是被夺舍了，你们不想把我烧死？这是什么？叶家所有库房的钥匙，还有在江南12州的300家钱庄地契账本。你不是要包养180个面术吗？大哥把家底都给你，你想包养1000个，叶家也供得起。志威，我们听得见你心里的声音，知道你藏了很多秘密，可那又怎样？这几个月来，半夜给我爹熬暖胃汤的是你，冒着风雪给二弟送冬衣护膝的是你，今天在太和殿上拿命去给全家换生机的人还是你。不问来路，你叶之威都是我叶震的亲闺女，谁敢说你是妖孽，老子带10万虎军平了他祖坟！挖地水道好脏啊，老鼠那么大一只，吓死我了！赶引线的时候我还把手给烫了，我好疼啊！别错了，爹没护好你，爹明天就派人把皇宫炸平，给你出气。成何体统？慌什么？天塌了！老将军，不好了，外面到底怎么了？说！萧北燕那个萧燕，他不仅没回他赤子府，他正带人排着队往咱们家走呢。灵元购啊！萧燕这活阎王，打完太和殿不忙着篡位，第一件事居然是去把老皇帝的国库给抄了底朝天。贤婿萧燕，斗胆深夜登门，特来迎娶无妻之威。夜深路重，还请岳父大人行个方便，让我把夫人接回府。我方便你奶奶个腿！登徒子，谁他是你岳父？谁是你夫人？敢来我叶家抢人，先问问老子手里的枪答不答应？二哥，别去送人头啊！二舅哥，
初次登门，兵刃无眼，伤了清气，知微会心疼的。你这变态！好阴毒的内功，老夫来会会你。岳父大人且慢，今日小婿是带着诚意来求娶知微的。放屁！谁同意你娶了？在太和殿那是权宜之计，现在哪怕你真是天下第一，我叶家的心头肉，也绝不可能交给个手染无数鲜血的活阎王。萧世子，你我两方在朝堂上合作无间，叶家承你的情，但一码归一码。拿大清的国库来砸大清的功臣，世子这算盘打得精。但我叶家不是卖女儿换前程的人，请回吧。不愧是我爹和我哥，这三观，这脊梁，视金钱如粪土。就是，几百车金子就想把你姑奶奶买走，我不要面子的。大哥此言差矣，这300车国库并非用来买知微的，这是我给他准备的日常零花。这才是萧某的聘礼。岳父大人不是心疼女儿未来会吃苦受委屈吗？那小婿今日便在天下人面前立誓，若叶家想要这江山，我现在便退避三舍，助岳父大人登基为帝，知微便是大庆公主。若知微想要亲手翻云覆雨，我便将这传国玉玺亲手奉上，她做千古女帝，我愿入住后宫，做她身侧那唯一的皇夫。若她厌倦了权谋斗争，只想富贵半生，她去哪儿，我便去哪儿。她要包养面首，她有我一个面首就够了。谁敢靠近她半步，我诛他9族。这也太会了吧！这台词是谁给他写的？要命啊！他是不是把所有的技能点都点在如何把妹和霸道总裁爱上我这上面了？你以为你几句甜言蜜语就能诓骗我女儿？口说无凭，万一哪天你翻脸无情，我女儿岂不是羊入虎口？岳父要凭证，我把这条命抵押在这儿。若我萧燕此生对叶知微有半分虚情假意，不必岳父大人动手。这把剑，知微随时可以刺进我的胸膛。算了，去他的逃跑计划吧！天下第一要给我当保安，提款机加全能男友了，我还跑个屁呀！萧燕，我在。这可是你说的啊！你最好这辈子都听得见我心里的吐槽。我不仅要管账，我还要买最好吃的点心，我要睡最软的床。要是你惹我生气，我不刺你的胸膛，我半夜拿剪刀把你给剪了。夫人，你的账本我来理，你的点心我来买。不仅床是你的，我这个人，连同我的命，永生永世，也都是你的。这反派恶霸的待遇真香啊！就是早起太困了。这群古代公务员天天早上5点上班，也不怕猝死。荒唐，简直荒唐至极！辟姬司晨，千古奇冤。太祖令下，后宫女子不得干政的铁句。如今一介女流之辈，竟堂而皇室坐在太和殿之上，成何体统？更是因北燕质子摄政，叶朕权倾朝野。你们叶家是要毁了大清的100年基业啊！老臣今日就算是一头撞死在这龙柱上，也要死谏，请诛萧燕，废叶家兵权，将叶知微凌迟处死。老匹夫，给你脸了是吧？还大儒和清流，我还以为是什么刚正不阿的包青天呢。这老王八蛋，表面上两袖清功，实际上呢，上个月他纵容老家亲戚在江南圈地，活活打死了17个不肯交地的佃农。这就罢了，他那个以贞洁贤德出名的原配夫人，其实是被他关在柴房里活活饿死的。暗影为何在？去传本王旨意，
立刻查封御史中丞王家在江南的圈地，点清那17条佃农的人命。你血口喷人，你这是构陷，老臣不服！来人，给本王拖出去，先将这老屋燃了，然后试草挂在朱雀门上，让天下士子好好看看，这便是大庆清流的真面目。那不关我的事，都是亲戚干的，饶命啊！干得漂亮！这种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老东西，就该直接阉了他。谁还要来？赶紧的！不把你们这群老蛀虫的底裤扒光，我就不姓叶。刺激，太刺激了！我看底下还有谁不服，一起来啊！大家一起排队塌房啊！兵部左侍郎赵大人。下官在，下官有罪，下官愿辞去官职，告老还乡，求首府大人开恩，求摄政王开恩啊！今日本王罚了，若再有对叶家、对护国大长光妃不敬者，王鹤堂便是列子。夫人安详，早朝结束了，本王抱你回去补觉。行吧，我这也算是走上人生巅峰了吧。不过萧大王爷，咱们这也太反派了吧？怎么感觉咱们拿的不是什么正道沧桑的剧本，而是全员大反派镇压新手村的剧本啊？那又如何？这天下本就有太多的伪善与肮脏，既然他们装得这么辛苦，那我们就做罪恶的道。只要夫人看着开心，本王便为你将这所谓的天道规则全部砍个粉碎。新朝建立的第1个月，我过得简直可以说是纸醉金迷、丧心病狂。我不需要学规矩，不用管后宅，每天的烦恼就是今天国库里的金条用来打金蛋糊还是金算盘。我爹和哥哥们更是护犊子到了极点。二哥把京师9门提督的官署搬到了摄政正王府隔壁200米，美其名曰保卫京畿，实际上是每天晚上蹲在墙头死盯着萧燕有没有欺负我。奉我国皇帝陛下之命，特来贺大庆新朝建立。我家陛下听闻，曾经在咱们北燕连猪狗饭都吃不着的废物九皇子，如今居然摇身一变，在大庆当了这什么摄政王。我家陛下仁慈，心疼九皇子在这异国他乡身担野支。还记得当年九皇子在北燕受苦时，全靠这位沈月如沈姑娘暗中接济，赠衣送饭，这才让九皇子没冻死在冷宫。今日我国陛下特意将九皇子的这位青梅竹马救命恩人送来大庆，就是为了给摄政王殿下充实后院，再续前缘啊！燕哥哥，这么多年，月如终于又见到你了。护国公主，你虽尊贵，但到底是个后来者。我们北燕的规矩讲究个恩同再造，这平妻之位，你该不会吝啬不给吧？哎呦我去！这是白月光，这是救命恩人。北燕老皇帝是不是老糊涂了？派这种低级卧底来搞事情？沈月如是吧？当年萧燕冷宫快饿死的时候，确实有个小宫女偷偷给了她半个发霉的馒头，但那个小宫女早就被你为了抢功，活生生推进枯井里淹死了。你不仅抢了人家的功劳，还在馒头里藏了引兽粉。要不是萧燕命大遇到了我爹那次出使北燕，她早被北燕冷宫里的野狗啃得连骨头都不剩。这还没完呢，这女人表面上纯情如水，实际上呢，她是北燕太子养了3年的禁体，身上还刻着北燕太子的名字缩写呢。最离谱的是，她身上现在还有脏病没治好。萧燕，你要是敢动这种烂白菜，姑奶奶今天晚上就扇了你。燕哥哥，月如不求什么名分，只求能待在哥哥身边，端茶倒水，伺候哥哥和姐姐。我去你的端茶倒水！你们干什么？两不交战，还不闪来使！救命啊！来使，你们也配？冒名顶替，包藏祸心，残害无辜，且身染恶疾，每一条都足够把你这贱人凌迟处死。不，我没有，我是真的月如燕哥哥，你看看我是你唯一的恩人啊！大舅哥、二舅哥，这等脏东西别弄脏了太和殿的青砖，
更别熏着之威。安影卫，把那什么使臣的狗腿打断，舌头拔了，扔回北燕去告诉那个老不死的，惹我就算了，敢拿这种烂货来恶心我夫人，秋后本王亲自率10万铁骑去踏平他的北燕皇城。至于这个女人，直接杀了太便宜他了。他不是大腿上刻着字吗？扒了他的外衣挂到城门口，他不就是要在天下人面前绿茶吗？成全他。把它挂在京城最繁华的午门城墙上，让全天下的人都来观摩一下北燕太子养的金丝雀腿上刻的什么字。爽啊！对付这种白莲花，就该直接用最巴的手段把她底裤给揭穿，还妄想送个脏女人来拆我的台，真当我这满朝文武的3个护媚生谋老公是摆设啊？不过他是不是有点太听话了？他刚刚说那些处理方式，怎么跟我心里想的简直一模一样？他不会真的能一直听到我的心事吧？你心虚个屁！你要是敢承认你一直偷听我的心里话，连我看话本子歪歪猛男你都知道，老娘今晚就让你睡柴房！夫人，今晚的柴房太冷，为夫还是想在拔布床上伺候夫人安歇。小妹，他要是阳奉阴违，你随时告诉二哥，二哥这就去铁匠铺给你打一条枪满狼牙的铁鞭，专门伺候这家伙。微臣附议，内阁批条子放宽。行吧，这该死的女主光环。我承认，我不仅不吃醋，我甚至还觉得有点爽翻天了。秋风萧瑟，黄沙漫天，距离太和殿那场大清洗仅仅过去了3个月，但整个天下的版图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逆子！弑父杀兄，引狼入室，你死后要下18层地狱呀！这老头子肺活量不错啊，骂了1个时辰了不口渴吗？明明是他当年听信谗言，杀了萧燕的母妃，把10岁的萧燕像狗一样扔去大庆当质子，任其自生自灭。夫人说的极是，这老东西叫唤的太吵，不仅废话多，还影响夫人吃东西的胃口。等会儿我上去把他舌头拔了。叶震、萧燕，你们以为我大燕的皇都是纸糊的吗？今日朕就让你们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井底之蛙见识见识，什么样叫真正的天下无敌！开城门，放玄甲巨象阵！哈哈哈哈！绝望吧！这300只玄甲巨象乃是我大燕镇国之宝，刀枪不入，水火不侵。你们的30万血肉之躯，在朕的铁甲巨兽面前，只能被踩成一汤滩肉泥。爹，这玄甲巨象皮糙肉厚，连床弩都射不穿，更何况他们处于狂暴状态，一旦冲入阵中，我们的骑兵会瞬间溃散，死伤绝对极其惨重。怕个鸟！老子带敢死队上去，用炸药包把这些畜生的腿给炸断！哼，就这，天下无敌，吓死我了！我以为这老皇帝掏出核弹了呢，原来是把这300头蠢大象牵出来了啊！这老东西真是又蠢又好笑。他是不知道原著剧情还是怎么的？他这玄甲巨象阵耗资巨大，他那个贪污成性的右丞相早就把日常喂大象的静心草给偷换成了便宜的狂躁藤。这巨兽虽然看起来狂暴无敌，但因为吃了太多的狂躁藤，它们的耳膜现在是非常极其脆弱的，神经更是紧绷到了极点。别用什么炸药、床弩去刚啊，白费力气。
我爹不是带了50把南疆进贡来的破阵龙角号吗？只要让50个肺回量最大的士兵对着那群大象吹出最高频率的高音，这群畜生当场就会精神分裂，敌我不分，原地发疯啊！爹，快传令3军护卫营，把咱们压箱底的50把破阵龙角号拿出来！护卫营听令，选出50个最能憋气的壮汉，给老子把龙角号吹起来，吹破音，吹入脑虚血的力度。谁他娘的今天要是吹不破天，老子砍了他的脑袋！怎么回事？停下！快停下！射箭，把他们拦住！瞧见没？这就叫魔法打败魔法，科技改变战争，盲目自信是要遭雷劈的。大帅威武，大帅神机妙算！全军突击！今日踏平北燕皇城，片甲不留！完了，全完了！天亡我大爷！你想干什么？朕是你父亲。父亲，当年你为了保住你另一个儿子的太子之位，将我母妃抽筋的时候，你可曾想过你是我的父亲？死太便宜你了，你的下半辈子就在大庆皇宫的猪圈里，好好感受一下我当年体会过的温暖吧。夫人，你看，天下我给你打下来了，江山未撇，天下大定。这洞房花烛夜，我们是不是也该补上了？燕京城破，北燕灭亡，大庆完成了100年来未有之大一统。这消息传回大庆皇都，举国欢腾了整整3天3夜。可是，当我爹叶震大将军凯旋回朝的第2天，京城里又爆出了一个比天下一统还要让人震撼的新闻：摄政王萧燕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没有坐上那把老龙椅，相反，他极其随性的命人将那把代表最高皇权的纯金龙椅给融了。而今天，则是他承诺我的那场迟来的真正的无与伦比的旷世大运。哎，那只东珠九尾凤鹳歪了，再插正一点儿。娘，这凤冠太重了，我脖子要断了。忍着点儿，千年寒玉和暖金打造的，普天之下独一份儿。今天就算是你头断了，这凤冠也得给我稳稳当当带着出叶家大门。得，亲娘没跑了，这胳膊肘往外拐的速度比火箭还快。好了没有？外面的迎亲队伍已经堵到街口了。萧燕那个迫不及待的登土狗，太嚣张了。还有，他那迎亲的聘礼，除了之前送来的国库，今天他又让人抬来了整整99箱红木秸子，里面装的全是北燕最肥沃的18州地旗印记，另外加上大庆国10路盐铁专卖的虎符，说是聘礼的附赠品。时辰到，新娘子上轿。小妹，上来，背你出门。
志威，若是他敢让你受半点委屈，你大哥就算拼着背上千古骂名，也一定掀了他的王府把你接回家。哪怕天下无敌了，在他们眼里，我也永远是那个需要保护的小丫头。这疯批杀人是好手，平时撩我也是一套一套的，但本小姐也是第一次结婚啊。听说练了那种极其霸道内功的人，都易走火入魔。万一他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我后半辈子的幸福岂不是……完蛋，我忘了这老狐狸能读心了。我赶紧把脑子里的颜色废料强行清空。接下来的仪式极其繁琐而隆重，我像个提线木偶一样被牵着走，跨火盆，拜天地。只不过高堂之上坐着的是我爹和我娘，这牌面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萧燕不仅是迎娶我，更是把自己的命门彻底的交给了叶家。终于，漫长的一天结束，入夜。我愉悦来线下，要你求全，我哭诉情埋的。他这是防着我跑啊！菩萨保佑我俩，无影你想逃？救命！他怎么连这句都听得一清二楚？这特么帅成这样，就算是个暴君我也认了。大不了以后我多顺着他点儿，保命要紧。夫人啊，你怎么能这么想你夫君？这也太伤你夫君的心了。我头冠好重，我想先洗个脸。不急。这是什么？夫人再仔细看看，还记得他吗？一块破布而已，还能是藏宝图不成？这不是我穿越前在家里教室穿的那件某宝9块9标邮的破洞小熊睡衣的布料吗？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夫人终于想起来了。终于，还是走到了这一步。10年前，在北燕的冷宫里，我被那老贼饿了整整3天3夜。就在我快要冻死的时候，天空中突然裂开了一道极其诡异的黑洞，有一个穿着极其奇怪衣裳，嘴里还在骂骂咧咧什么破小说穿贫了吧的女孩从天而降，结结实实的砸断了为首那只野狗的脖子。那个女孩虽然害怕的发抖，却还是咬着牙撕下了自己衣服上的一块布，极其笨拙的替我包扎了我腿上的伤口。小屁孩，别死，活下去。你可是这大千世界未来的王。然后，他就像一阵风，在那阵诡异的光芒中，再次凭空消失了。整整10年，这个幻影，这块布，就是我唯一活下去的执念。就在你端起那杯毒酒，用那极其诡异的心声，在脑海里骂出那句跟当年一模一样的什么破皇帝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神明，他回来了。原来我不是传说，我是这本无脑爽文里的创世神本身啊！这特么什么爽文剧本啊！搞了半天，这个天下第一的大挂把反派大 boss， 原来是我自己养成的童养函。既然夫人觉得我是童养夫，那从今往后，不管你认还是不认，我都要用这万里江山让你好好看清楚，你这10年来究竟养出了怎样一头能为你扫平一切障碍的狼。岁月静好，
春去秋来，转眼新朝已经极其稳固地运转了3年，没有任何内耗，政治清明。叶家和萧燕联手，造就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大庆盛世。萧燕，我最近发现你好像不怎么能听见我心里的声音了。是的，这半年来，这个一开始让我战战兢兢的外架读心术，似乎变得时灵时灵了。有时候我故意在心里骂他，他咬半天没反应。是，从你彻底把这王府当成家，从你不怎么再在心里念叨原著剧情那天起，我就渐渐听不到了。那你会觉得失望吗？如果你听不见了，你也就不知道我到底在想什么。如果我们发生误会了，如果有一天那阵像10年前一样的奇怪光芒再次出现，萧燕，如果有一天我突然要回去了，回到那个属于我的大千世界，你会怎么办？知薇，这世间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将你从我身边夺走，哪怕是这上天的法则。我不再需要听你的心声，因为你的一颦一笑，你的每一个眼神都已经刻进了我的骨髓里。只要你皱一皱眉，我就知道你要什么。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你真的要走，那我便穷尽这一身天绝神功，斩断那什么虚空的法则。这辈子上穷碧落下黄泉，你叶之月只能是我萧燕的。还真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我不走，傻子才走呢。那边还要天天起早贪黑去上班打卡，我要留在这里当我的咸鱼长公主，吃一辈子的火锅，包养你这个唯一的小白脸。好，你们继续，我们只是来蹭火锅的。那个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家里厨房今天没生火，我看王府这边肉香飘了2里地，世子介意加5双筷子吗？这还问什么？你二哥我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对，乖女，顺便把爹最爱吃的那坛陈年竹叶青拿出来。来人，加座加肉。我宣布，这绝对是史上最强、最爽，且不接受任何反驳的完美大结局。